大家好，我是 Claudia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款意大利式的经典甜点提拉米苏。这个甜点不需要用到烤箱，那制作的方法也相当的简单，即使你是新手也能轻松上手。那首先我们来看整个提拉米苏的制作流程。在制作提拉米苏时，我们分为3个步骤：准备咖啡液，然后制作 mascarpone cheese 起司糊，然后最后就是组装。在制作咖啡液的步骤中，我们将咖啡液分成2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留给浸泡手指饼干，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留给蛋糊要使用的。那制作 mascarpone cheese 起司糊，我们会用到 A 到 E 的材料，那这些都是要事先处理好，然后并按照 A 到 E 的顺序来进行处理。那第3个步骤就是组装。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要将之前制作好的咖啡液，还有 mascarpone cheese 起司糊、手指饼干都组装在一起，然后最后撒上一层可可粉即可。 OK，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实际操作，那请跟着我的步骤来进行。如果你使用的模具没有底盘的话，那首先你要在底层包上保鲜膜，然后放上一块平板的底盘。那接着我们要来处理咖啡液，请先拿一个碗，然后加入即溶咖啡、砂糖，用热水搅拌，然后加入点心酒，之后放在一旁备用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起司糊。处理 mascarpone cheese， 我们就是要帮它压滑，然后备用。然后接着下来就处理鲜奶油。鲜奶油就是打发到5到6分左右的程度，然后放在一旁。那接下来再处理吉利丁，将吉利丁和冷水搅拌浸泡，那浸泡约差不多5分钟。那将蛋黄跟糖搅拌，然后隔水加热到颜色变淡，然后将打发的蛋黄跟浸泡的吉利丁与咖啡液混合搅拌，那要确保吉利丁完全溶解。然后将蛋黄糊分2次加入 mascarpone cheese 中搅拌，那最后分3次加入打发的鲜奶油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起司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组装，将剩余的咖啡液浸泡在手指饼干，那轻轻的沾一下，不要沾太久，然后排在底层的膜层底上，然后将起司糊铺在手指饼干上，重复这个步骤。完成组装后，我们要放入冰箱冷藏到4-5个小时，那最好到隔夜。那隔天拿出来后，在提拉米苏上面撒上可可粉，那提拉米苏就完成了。那最后有2点烘焙 note 要跟大家分享。那第一点就是吉利丁应该要在冷水中溶解还是热水中溶解？那答案是在冷水中溶解，因为吉利丁粉是从胶原蛋白中提取出来的蛋白质，所以它需要透过水的膨胀的过程来正确溶解。那当吉利芬加入冷水后，它会逐渐的膨胀，然后吸收水分，这样会形成一个凝胶性的一致性。这种水合的凝胶在铺热在热源的时候，比如加入温暖的混合物时，它可以轻松的溶解或融化。这也是我在蛋黄糊乳化后，我要马上加入吉利丁，利用那个热度来溶解。烘焙笔记第2点，提拉米苏是要用即溶咖啡还是浓缩咖啡？
如果你是第一次制作提拉米苏的话，我建议使用即溶咖啡，因为即溶咖啡的制作很简单，那口感也比较可以好控制，所以如果你是新手，也可以做出美味的提拉米苏。那如果你是追求咖啡味道比较浓郁和香气的人，你可以使用浓缩咖啡，不过浓缩咖啡在制作会比较稍微麻烦，那需要注意掌握的时间，那这样才可能避免口感苦涩。那今天的提拉米苏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在下一期我将会使用汤种面团来制作柔软的肉桂卷，那并搭配3种意想不到的创新口味。那如果你想获得最新的食谱分享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并点击通知铃铛，这样你就会是第一个收到视频发布的通知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次见。